最终幻想7：核心危机》这部作品算得上是我在整个最终幻想系列中最喜欢的作品了。作为 SE 早年最终幻想7补完计划中我个人认为最棒的作品，无论是画面还是剧情配乐，都可以说是 PSP 掌机中独树一帜的存在。从近几年最终幻想7重制版第1章开始 ，SE 就无法避免的会有这部最终幻想7最重要的前传故事再次交汇。在第1章结尾给到扎克斯存活特写后，玩家们肯定都会对他的身世非常感兴趣。对于新玩家而言，这个角色为什么会频频出现，而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，肯定会是一个疑问。而对于老玩家来说，在当时看到扎克斯扶着克劳德走到米德家时，那种时隔多年看到老友久别重逢的激动心情，肯定是难以言表的。所以无论是新老玩家，都迫切的需要重温一下这部当年独占于 PSP 的最终幻想7核心危机的故事。果不其然 ，SE 重启了这部核心危机，并用虚幻四引擎为玩家们带来了全新的画面，加入了全新的角色配音以及优化的战斗系统，并为其冠名为《最终幻想7核心危机再融合》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这部玩家们久别重逢的老友在 Switch 平台的表现究竟如何吧。Switch 版在画面的观感上相当不错，与其他平台几乎做到了相差无几的水准，相较于原版更是有着巨大的提升。全新的任务模型、全新的 UI、完全重置的地图以及新的光照，再加上重新的编曲配乐和全语音，使游戏在视听两个方面都保证了极佳的画面观感。但是相较于最终幻想7本片的重置效果来说，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。不同于其他平台的60帧 ，Switch 版虽然不锁帧数，但是跑到60帧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整体帧数在30到50之间徘徊，浮动较大。虽然有些不稳定，但是在 Switch 中，这样的画面水平下还能保证高帧数的游戏屈指可数。至少在画面与战斗的观感上来说，这部《最终幻想7核心危机再融合》绝对是一款值得入手的作品。玩法上，相较于 PSP 原版的半回合制战斗，本次重置版改为了即时战斗，平 A 与技能以及走位都能非常流畅地进行动作衔接。整体体验更倾向于最终幻想7重置版第1章的玩法。如果你玩过重置版第1章的话，那么本作便可以快速上手。而在原版中饱受玩家诟病的老虎机系统，在这次重置版中也迎来了优化。在以前，只要老虎机摇到技能或者回忆，便会强制打断玩家的操作，扰乱战斗的节奏。而现在则是会把摇到的技能储存，由玩家自行决定释放的时机。这一点可以说是直接的解决了老虎机以前最大的痛点。虽然其中还是掺杂了一定的运气成分，但是对于战斗的策略性来说，有着不小的提升。除此之外，在战斗时，游戏也加入了一些新的动作，比如你锁定的敌人与你拉开了距离，这时只要进行平 A， 扎克斯便会发动冲刺斩击，直接拉回距离差。在释放需要吟唱的魔法时，扎克斯也会自动进行垫步，与敌人拉开距离。这些小细节让本作无论是战斗的观感还是流畅度，都会有着巨幅的提升。但我个人认为，本作中加入的最有用的机制还要数冲刺功能。原本中由于使用的是踩暗雷的形式御敌，所以移速较慢，可以保证让玩家尽量多的击败敌人，用经验宝宝来强行维持玩家的状态。重置版中虽然依旧是踩暗雷御敌，但只要跑得快就能少打几场，冲刺可以说是大幅节省了游戏的跑图时间，使剧情演出可以更加的连贯。对于剧情党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。而对于挑战党来说，本次游戏中加入的重新挑战功能肯定会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系统。即便在游戏中战斗失败，也无需重新跑图，只需要使用重新挑战功能，便能非常便利的再次进行战斗。而其他的，如在战斗中可以自由调整的镜头、移动时的冲刺以及快速使用的回复道具，还有诸如自动存档与任务导航等功能，也是一一加了进来。这些现代化的机制也使游戏的体验更加一体，相较于原版上手会更加轻松。剧情上虽然大家可能都很熟悉，但是不得不说，有了全语音以及新模型之后的剧情表现力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飞跃，也是真的想不到有哪个游戏到现在还是全员哑巴。本作中即时演出表现力最强的还要数那几场召唤兽战斗，全新特效与模型带来的演出效果非常惊人。不过游戏的 CG 过场却没能得到重新制作，而是使用原版的高清修复版。虽然有些可惜，但是这些 CG 片段的水平在当时来看显然是超前的，即使放到现在来看也毫不违和。对于本次的剧情演出，我觉得即使你玩过了原版，这次的重置版也依旧值得你来再次体验。总的来说，这部《最终幻想7核心危机再融合》是一款绝对的1:1重置，在保证了完全原汁原味的剧情的同时，为玩家带来了更加精致的演出以及更棒的叙事。原版作为 PSP 掌机中的独占优秀游戏，本次在 Switch 这个主掌机一体的平台中也有着相当优异的表现，使它绝对能同时满足 Switch 中的画面党与剧情党。如果你想了解扎克斯的故事，或者想要入坑《最终幻想7》这个系列，那么这部《核心危机再融合》绝对会是一部你不容错过的精品。好的，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主机游戏的话，就3连关注支持一下吧，点赞破100，下期视频就能快速更新哦。我是3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